然后打脸的时候来了，对不对？这个周刚出来的周报，就是这个拍卖成交率又回到了50%。哎，小伙伴们，大家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一路悉尼，我是路。那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哪儿了？上一期咱们讲到，我相信大多数人像你我这样的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挑什么。很多人都说哦，我第一套房买自住，然后我接下来再考虑怎么投资。但是在买自住房的时候，你在买第一套自住房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去想，哎，你这套房子放在这儿，它的租金回报是多少啊？对不对？因为我考虑的是什么呢？是可能我住个5年，住个10年，然后我之后我再把它卖掉，我换大 house，会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你就按照投资房的角度去买，因为你投资房的话，你自己也能住，而且你想想你还年轻，你可能你就住个5年10年，然后你再去换这个更大的地方，或者是买下一套。所以搬到下一套的话，第一套怎么着就是投资，所以你按照第一套按投资的标准去买的话，就会省掉你好多的 confuse。对，很多人在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就因为 confuse 的东西太多，导致就是怎么着都得犹犹豫豫，然后结果呢，最后来个人跟你吹枕边风，就是说那个这个怎么着，这个怎么着，然后你就轻易的就信了，然后你就投钱进了别人口袋。这个是另外一个，这是其实我觉得挺多的。之前我有一哥们儿，对不对？那简直就是疯了，对吧？刚干活几年，对不对？也没什么积蓄，结果就被人忽悠着去买布里斯班。然后现在我操，天天他妈杀了人的心都有，对不对？当时那段时间怎么劝他都不听，对不对？就跟说谁不让我买布里斯班，谁就是我仇人，对不对？结果现在操，天天就想着谁就想杀了卖他布里斯班的那个人。结果呢，就是因为当时考虑的东西太多，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吧，对吧？你在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说我这个东西就是要自住房，那就按投资的角度去买。对，因为你投资的话，你现在买了，你住的开心，你住的不开心，你还是挣着钱了，对不对？你要自住的话，而且你买第一套房子，你熟悉了这个买房子的这个概念，对不对？你有了买房的这个经验，那么你再去买第二套房的时候，或者是你再去建自己的 dream house 的时候，你有一个 foundation，对不对？你有一个基础，就不会至于就是说，哦，我一个买房小白，对不对？我买了第一套房。然后就跟这个似的，不让推，或者是就是说我计划的挺好，我买那块地，然后我要怎么建，然后结果我的这个 draft 交上去了以后，console 不批，对不对？说，然后结果呢，console 不批，一来一回3个月，然后我这地又交了3个月的税，对不对？这很蠢，对吧？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买过房子，对不对？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你现在又明白现在这个道理，然后央行又印了30个 billion 进来，那你知道你口袋里的钱。你口袋里的现金，你银行里的现金很快就会贬值，对不对？再加上从去年9月份开始，澳币就一直在走跌，就不是说就是说唱衰澳币，是澳币真的在衰，对不对？好多人都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都3.8块了，是吧？那你知道你的钱现在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你现在非常急切的想要去投资，可是现在股价又不好看，然后黄金又没法看，然后石油前阵子又刚被人割了韭菜，对不对？你现在能干什么？看房地产。然后房地产呢，大家一直在唱衰，然后打脸的时候来了，对不对？这个周刚出来的周报，就是这个拍卖成交率又回到了50%，这还没解禁呢，这是上周的那个还没解禁的那个周报。那这周又开始解禁了，又开始可以看房子了，又可以开始参加这个拍卖会了。你想想，一个拍卖会，对不对？大家在现场感受的那个拍卖的气氛。对不对？竞价的气氛和你在网上看着竞价，然后你去发信息说哦我在加价，这个气氛能一样吗？对不对？就在这个气氛的环境下，成交率50%，啊，想什么呢？那很快就60、70、80就涨上来了。等这个人又能回来看房的时候，房子又得跳，又得，这叫什么呢？报复性反弹。人家本身各大开发商，人家憋足了劲儿，对吧？就等着18年、19年跌完了以后，2000年。对吧？2020年可以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大反弹，结果这大反弹被疫情给摁下去了，对不对？搞得大家都不能看房，不能买东西，对吧？然后这个各大开发商的时候，那也就扛着呗，对不对？你看见就是大家一直在说唱衰房地产，结果呢，跌了多少？谁能告诉我跌了多少？据我所知，某些开发商还涨了，啊，所以就是说。
你在知道手上的钱快渐渐的变得不值钱的时候，你在紧张的说必须得找地方投资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投什么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有一人这个跟我聊这事儿，说他自己是搞炒股的，然后他那个最近在考虑要不要买房子，对吧？因为他自己也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接下来是会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在股市上也有很多投资机会，但是你最后稳定下来的还是不如房子稳定。你从看着澳洲，就是纵观澳洲历史，过去也有过这个大流感、大瘟疫，房子还是以10年到12年的这个速度翻一番的速度在涨。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又不是艾滋病，你会伴随人类一辈子，就是说你是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东西。的确是你这套龙卷风你过来，你可以卷毁很多东西，会让很多东西，对吧？重置 reset， 但不代表着你现在你想想，你一直在唱衰房子，你让那些刚买房的人怎么办？那刚买房的人那肯定是不愿意唱衰的，那已经有房子的人也肯定也不愿意唱衰的，对不对？那你做一下想法嘛，对不对？悉尼拥有房子的人有多少？没有房子的人有多少？唱衰的都是那些没有房子的。可是你想想，你把房子唱衰了，你干什么？你买什么？你住什么？对不对？越来越拥有房子的人越来越少，就代表着你要付的租金就会越来越高，对不对？房子就会越来越跟不上，对不对？一堆人跟那儿说这个看热闹不怕事儿大，是吧？对吧？结果最后还是会引火烧身，那一个道理。那回到了我们刚才这期本身的话题啊，扯远了。回到这期本身的话题，你买房子的时候，你挑租金回报还是挑这个capital gain 这个房产增值？那么这个东西该怎么挑？那我们可以说你在挑这个区的时候啊，就是 location 嘛。你看像我这套就是 location。当时我看了一张表，也是看了一张图，那是2006年的悉尼的这个 master plan。我相信现在可能大家都能在网上找着，不是，现在大家可能在网上能找到2016年的，对，每10年一次嘛，对不对？下期我给大家找一下啊。那我当时看当时那个房产规划，就标确的是我们镇将会是成为未来的一个重镇，这是第一个 location 大镇。你要选择就是说你以后开发以后，比如说悉尼以后要建铁路，要建环线，对不对 ？Western Connect 花了16点多个 billion， 你说你建公路挖隧道，你要连接悉尼环线，连的是什么？连的是整个悉尼，而不是只是你悉尼 CBD， 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悉尼来说吧，对吧？你只是悉尼 CBD 这块，那只是一小块，那再往后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盖呢，它要连的是那些地方，那你的眼光要放开，要放到那些地方去看，就跟北京似的，你在北京买房子，对不对？原来是2环3环4环，然后结果呢，大家在5环以外买房子，当时还觉得哎呀太远了，这个吧那个吧，对吧？我叔叔在天通苑买的房子，对不对？5环，现在呢疯涨，对吧？你都7环了，是不是？你永远赶不上开发的速度。你现在觉得你跳了一个远，但事实上你跳了个远，落地以后你生了根，你长得比别人要快。等别人再反应过来买你这个区的时候，他就来不及了，好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是 location， 对不对？你这个 location 要怎么挑？首先呢，老区的 location 就是老的一些 location， 像是比较有名的 Hurstville， 然后像是 Parramatta， 像这些老区了，就已经非常非常成熟的区了，对不对？有学校、有医院、有娱乐、有什么都有，有就业，什么都有的这些老区，那么它的租金回报就会很好，对不对？不用我说 Hurstville 有多少人在租房，对不对？有多少房东？那你都是在收租金回报，租金回报会很好，因为大家都是会冲着你这些区的已经有的已经设立的这些 facility 来。对不对？你说你居住方便，对不对？那么它的 capital gain， 它的房产增值就只能跟着就是悉尼整个地价一起在涨而涨。比如说我整个悉尼全县翻了一番，那你那地儿翻一番啊。但你要是想说，我想就是说5年能够翻个10%或者是20%啊，不，5年有点少，就是1年翻个10%，对不对？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翻个10%、20%这种特别明显的这个涨幅。那你就要瞄准一些比较新区，就比如说像什么呢？像去年在房地产大幅走跌的时候，有一个区卖光了，就是说在地价在走跌的时候，有一个区卖光了，而那个区呢是属于还在开发中的一个区，就是说是属于就是政府给他一个规划，就是政府说我们要规划这块地儿了，然后呢就是周围呢什么东西都是开始盖，学校新盖的，这个Town Center 新盖的，这个医院什么电影院都是新盖的，对不对？那个地方在房价走低的时候卖光了，然后就是
当时我记得好像一个 house 啊，4房 house 卖75万，对吧？现在85万卖，这才过了1年。大家可以算一下，75到85涨了多少？这个不是10%的事儿了，对不对？那你要想说你吃这一口，对不对？我的目标是这个，那你就要去考虑一些比较新的区啊，而且这些区呢，你要明白什么才能让这个区涨价，而不是说我单纯的往远了买，遍地是牛羊，对不对？我买到那种就是乡村生活的地方，我就可以生，不，你那叫地主，好吧？而且你还必须得是那种澳洲老派的那种，这个祖上18代生活在澳洲，澳洲没有18代，就是祖上8代生活在澳洲，8代有点久了，就是祖宗上生活在这儿，对不对？你来这儿有个这个2.5安克、3.5安克的地的那种农场主，你可以说是我在那儿蹲会儿，对不对？到时候有开发商过来收我地，对吧？你要现在你要去买的话，你只能是说买房子，那大的你也买不起，对不对？那你买房子的话，你觉得你能接受的价格是多少？85万、95万，再往下点75万、65万，对不对？60万我觉得有点悬，但是75万以上还好商量，对吧？你到了这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但是你要确定政府在那儿有开发有规划，对不对？你别提特别远的地方，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离新机场108000里，然后他告诉你这边开发新机场，不是，我告诉你那都是没得说的才说我们这边离新机场近，新机场要多少年才能建好呢？你想想，新机场建好得哪年了，对不对？轮得你什么事儿啊？你要说买这种地方，对吧？你要看你的镇中心，对不对？它的这个有多少民生，有多少这个基础建设，对不对？有没有就是你的镇中心里面有没有学校，有没有 shopping center？你的镇中心周围有多少就业？你别看我多108000里外有个机场镇啊，没，这真的是没得说的人，没屁放的人才告诉你机场镇有多牛逼呢，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买房的投资，你要看它的镇中心，这种地方以后有开发，现在它便宜，等这些镇中心像什么学校啊、什么这个 shopping center 建好了以后，它的房子就会迎来什么呢？第二批涨幅。那第一批涨幅是什么时候？是那些镇中心还没有建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基本上像一般的人民、投资者，你我这样的人是得不到这种消息的，好吧？一个房子就是从它的没有到它的完善有3个涨幅，不，应该是4个。仔细想想的话，应该是4个。就是一个呢是从零到有，就是从消息的从零到有；二是真正的从零到有，就是开始呢是大家就是一般来说都是那种大型的开发商跑到这儿，然后跟政府去谈，我说我们要在这儿这个开发，然后政府那边有什么规划，然后政府来规划了以后，开发商帮你干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就像是一些那个南区有一些大开发商都是连路都给修了，一个道理，东西都是他们盖的，所以他们开发这块地，所以他的地价坐地起价，好吧？你要就是你想赶第一批，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开发商内部人员，你赶不上。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内部人员，或者是混这行的人的这个老油条，对吧？如果你只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投资者，那你赶不上。那如果所以我们要吃的是第二批，就是说第一批房子起来了，规划出来了以后去那儿买，买完了以后，等规划出来的这些东西盖完了，这是第二个跳跃，房子会大涨一次。这种涨是跟整个悉尼没有关系的，只是你这块地子涨。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一些老区，悉尼多少钱，它涨多少钱它跟着悉尼一起涨，并不是，你这块是单独涨出来的。第3次涨的是什么呢？是等你这个东西就是完善了以后，你第2次涨完了以后，你完善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流入到你这个区里来，你这个区周围的就业会更加的多，然后所有的基建更加的完善，变成了一个老镇，变成一个老区。那个时候，你将完成第3次成长，就是说你的这个房价将会获得，就是 capital gain 将会获得第3次成长，并且它将跟着悉尼整体一起浮动，它变成一个老区。然后从这块开始，你的这个租金回报就会变成了你的最高收入。因为你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学校还在建，然后超市还在建，然后这个医院还在建，镇中心还在建的时候，这段时间能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像是当地鬼佬，对不对？你买了这些房子，你可以租给他们嘛？当地鬼佬都有车，他们都开车上班，对不对？你整个悉尼，你说对，好，就是你说你投资，我作为第一次投资者，我先买东西，这个就有点扯远了。我说我买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进火车站。你进火车站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你进火车站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开车上班？全悉尼10%的人坐火车上班，90%的人开车上班。你告诉我，我一定要进火车站，为的就是那10%的坐火车上班的人，疯了。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期再讲。这期感觉已经录了得有段时间了，对吧？我的膝盖告诉我，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希望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就是有点乱哈，那一会儿我在剪辑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是倒倒顺序啊，还是怎么样的。总而言之，感谢大家的收看以及支持，一路西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